Hello，大家好，这里是 Mona。那么相信大家已经看过许多这个元灵皇帝的这个测评了，所以说里面的外观啊、设计什么的，基本应该也就了解了。那么本次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不一样的啊，就是咱们这个是颜色改良之后的版本，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跟大货是一个水准了，就是这个是什么样子，大货基本就是什么样子了。所以说这边就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开箱。那么盒子方面就简单的快速过一下，大家可以暂停观看。然后打开之后的话，就是一堆的板件啊。说实话，打开的时候这个板件确实震惊到我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拿，就是一堆一堆的，就是只完整的堆在这个桌面上。你看看，有三大堆，每一袋里面都是一块或者两块板件。说实话，确实很震撼。那么合金骨架部分，它也是用了一个盒子装啊。我这边就随手拿了两个盒子来对比一下。那说实话，那么一眼看过去，不知道大家觉得像不像啊？反正我觉得这两个还是蛮像的啊。右边的话是复仇女神，中间是威尔士，左边是元皇帝。那么整个骨架放在这个秤上称一下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1斤多啊。那么配件方面的话，有一张小贴纸啊，这个贴纸是用于这个龙部的眼睛用来提亮用的。售后卡片一张，可以用来进行一些板件的售后问题。一张写着皇帝详细的分色的一个小卡片，卡片的背面还有一张比较好看的例会。一小刀水贴，然后水贴的颜色的话，主要还是金色为主。然后就是说明书了，说明书的话，光看前面2页就知道它的板件支持有多少啊。然后打印的话是黑白的打印，不是彩印的，一共是42页。板件部分不算上地台的话，一共是66块板件，大大小小还是蛮多的，所以说一张桌子是完全堆不下的。我这边就是分开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所有的板件。接着就是详细的板件展示了，我这边每个颜色都给大家挑了1版或者2版给大家展示一下。那我这边也就不多说了，大家直接看这个展示就可以了。那么官方改良的颜色就是这一版颜色，也就是沙白色，这是官方描述的。其实也就是一个白色中带一点点黄的暖白色。然后官方的话是改了它的锐度以及这个整体的颜色表现，同时它的透光度也会更改一些。之前那一版的透光度是比较好的，然后现在这个透光度的话就已经改过了，所以说就没有那么透光了，这样观感上也会好上不少。骨架采用的是一体成型的骨架，整体的话你拿来可以直接组装上，组装上去的话就是这样子了，简单的可动都是有的。199一个人物合金骨架，可以有一个背包，同时还能再带一个召唤兽一样的一个半身龙。好，大家好，这里是 Mona。那么本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改良版之后的皇帝的一个详细的测评。那么这次的话真的是属于量大管饱了，66版的板件拼了好久。那么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整合度。这款皇帝的话是一个预组装的合金骨架，所以说骨架是不需要自己拼的，你只要直接在这个骨架基础上安装别的外甲就可以了。那么经过了多次的调教啊，这次的这个组合度是比较丝滑的。主体上的话，没有让我感用到大力金刚指或者很用力的地方。那么在龙的关节部位是需要用力的，因为它的龙的骨架是需要自己拼的，并且每个龙的这个龙身连接的这个转轴，为了保持强度嘛，它的这个连接是很紧的，需要比较用力的给它转进去。那么为了强度的保证，那么稍微紧一点也是合理的。那么现在的样子就是没有上水贴的纯素组样子，因为刻线不多，再加上分色的话是比较简约的，所以说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比较素，所以说这边是提供了一张烫金的一个金色的水贴，那么可以直接将这个水贴贴上去啊，会让这个
整体的观感会好一些。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啊，因为它这个水贴基本都是对称的，再加上长条的，所以说贴取的话对新手是稍微有一些不友好。建议是贴的时候慢慢贴，细微的调整就可以了。同时，这个水贴的话也是代表了皇帝的一些符号，贴上之后对比一下，是不是感觉观感好很多了？那么肯定有人想知道这个皇帝适不适合拿在手上把玩。那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它单主体的这个重量是569克，1斤多啊，因为它是一个成品的骨架嘛，合金骨架是比较重的。而全套配件龙地台全部装上1276克，2斤多的重量，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手上拿2斤多的重量跟它把玩是什么感觉？如果比较喜欢举铁，你可以直接拿着它，直接拿来锻炼自己。那么皇帝的整体高度的话，到这个肩膀的位置应该是27厘米左右，27、28的样子。那么这边可以拿出一个卡牛啊，也就是牛牛来跟它进行一个对比。牛牛是比它矮很多啊，再加上还有应龙跟地台，所以说这个东西组装起来妥妥的是一个小龟霸了。那么说完了高度和重量，咱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外观。整体的颜色是白、灰、金、黑4个颜色。那么当然，这个金跟白都不是普通的单纯的一个普通色啊，它是经过调制过的，一个是亚金，一个是鎏金，而白的话是一个偏黄色的一个暖色调，官方给出的名字是叫沙白。那么这次的沙白是经过改良之后的，整体的这个饱和度会更好，同时它的通透度也进行了一个减弱，就没有之前上一批的测评件那么通透度那么好，导致于光照照过去会显得有一些透明。而这个白色上面隐隐发黄，也会让人想起一些古老的画卷或者纸张，比如宣纸之类的。同样，这也是代表着咱们古代历史传说里面的皇帝，象征着一个悠久的历史。头部方面，不同于其他的国模，它这次的这个头部设计的是一个皇冠的样子，而非是一个天线。而这个下巴这边藏青色的一小撮，就象征着一个胡子，代表着这个古人啊，皇帝留着胡子，戴着皇冠的头。而胸腰部分的话，是一个藏青色再加上沙白色的一个堆叠，呈现出一个铠甲的样式。包括背后，它这边背后也是有设计一个脊椎的模拟，这点还是比较性感的。肩甲的最外面是一个盾牌，盾牌的尾部是有玉涂装的细节，底下也有分色，整个是一个球冠连接机械臂，所以说可以随意的转动调整位置。比如你可以将整个盾牌下移，武装在手臂上。而肩甲这边这个尖端部分啊，是做了钝化处理，不用担心扎手。并且这两边这个透明件是有给2个颜色，一个绿色，一个棕色，可以自行选择。我这边是2个都安了。底下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推进器的细节，只要拨动上面，底下推进器就会进行一个联动。小臂这边的臂甲是做了一个分色处理，上面有一个透明件，两边是玉涂装的鎏金。而到了下半身部分的话，最突出的就是2个侧裙甲了。这2个侧裙甲的大小是很大的，有点像2个裙摆啊。这个设计其实是很巧妙的，因为这2个裙摆的话是模仿了古代古人的下半身的这个铠甲，同时这个分色也是很不错的。后裙甲也是巨大的一块啊，可连着这个侧裙甲可以包裹整个下半身。腿部这边也是通过不同的分件以及分色来进行还原一个铠甲的样式，包括这个脚这边的这个铠甲都是可以独立可动的。那么这次皇帝的这个可动数字表现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它这次的可动是做的很不错的，各个部位的可动都是可圈可点的，就是联动偏少了一点点，这点是比较可惜的。那么可动和联动我这边都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如果不想看这一段的话，可以直接跳过，然后看下一段配件的展示部分。
手型配件的话，有开掌手，一个握拳手，同时还有2个握持的手型啊，让拇指的这个位置不太一样。最后还有一个普通的握持手型，大拇指可动的。武器当然是最有名的轩辕剑了。整个剑刃部分的话，是用了一个鎏金的预涂装漆面，中间和剑柄都是藏青色的澄青色。而在这个剑身的中间啊，有一个绿色的透明剑，上面有一些纹路的刻画细节。轩辕剑作为皇帝的配件，在各个小说里面都有出现过。这把剑确实是太有名了，神剑之一嘛。那么作为一个皇帝的武器，整体的配色也是比较搭的，拿在手中随便摆一个造型都是蛮帅的。那么除了剑以外，还有一个游梭，底下是一个剑刺，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浮游炮，一个是浮游刀啊，两者也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将它对齐啊，插起来就可以变成一个长的刀身啊。那么这个刀身前面是有一个口的，插上这个握把之后，就可以变成一个双刀了。作为一个近战类型的一个模型啊，基本双刀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配置了。所以说出现在这款里面也不算意外，加上皇帝不错的可动，所以说摆一些双刀的 pose 还是很帅气的。那么将这个双刀的刀身啊，直接合并在这个轩辕剑的剑身上，就可以组合成一个重剑啊，将其对齐组合好，然后上面这2个卡扣卡好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轩辕重剑。重剑才是男人的浪漫嘛，重剑必不可少。当时看到爆料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重剑还是比较新奇的，我在想那个重剑应该怎么才能拼出来，结果没想到还是采用了一个组合的方式啊。背包部分的话，整个下面是可以转动的，通体里面是一个合金件，然后底下这个接口的话是用来插应龙的翅膀的，背后将这个遮盖部分拔掉，就可以将这个背包插进去了。接着咱们就来到了龙的部分，龙身很长啊，我们这边用尺子随便量一下，从龙头到龙尾大约在70多厘米左右，妥妥的一个龟霸。在龙头部分的这个龙角是采用了鎏金跟亚金2种分色，同时这个龙角的样式也是跟皇帝的这个皇冠是一样的一个设计。龙嘴张开后，内部也是有一个金色的涂装细节。龙身采用了分段式的结构，每一段都是相同的。上面这个鬃毛是可以活动的，旁边这个龙鳞也是可以活动的，所以在龙身上是有做到很多避让的，活动的时候可以很有效的增加范围。而关于龙角的部分，爪子上设立了单独的可动，同时还有多个关节的可动，可以进行各种角度的摆放。整个爪子的部分的连接啊，都是用的铁骨。那么接下来就来到应龙的翅膀了。应龙翅膀一共是有4个，两边各2个，可以有多种角度的调节啊。那么翅膀羽翼部分采用了一个青色的透明件，比较通透，同时翅膀的羽翼也支持展开以及多段的调节。同时啊，在这个连接的部分还有一个小联动。而整个翅膀展开之后的样子大概就这样了，连接处也是采用的合金件。那么在龙的腹部这边是有设立孔洞，用来连接支架的。当然也有这个替换件没有孔洞的。如果你不想用替换件，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小零件来安这个孔洞上来演示这个孔洞。当然还有一个用来连接背包的替换件，可以直接替换上去。那么将龙安装在这个皇帝身上之后啊，整体的高度就达到了40多厘米，那么就是一个小龟霸了。那么龙身是用这个小零件来进行连接的，所以说2头都是直装嘛，安装比较困难，建议是捏着一边用力转紧，不然的话可能会打滑。地台部分，地台的中间有一个容器，可以进行配件的收纳，而简单的这个高度调节以及方向调节都是有的。同时还附属了这个透明小支架，高度不一样，还有夹子，可以直接安装在这个地台的孔洞里面，或者用提供的这个小地台安装在这个小地台上，小地台可以连接在这个大地台上，或者直接放在旁边。总共有4个小地台，而地台接口的话是提供了3个，背包的、龙的以及人的。人的接口这里要提一句啊，接口比较松，容易打滑。那么以上就是本次测评的全部内容了。最后咱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小总结。那么这款皇帝的话属于一个量大管饱的级别，很多的板件量，再加上一个不错的设计及这个细节，铁骨、地台、翅膀、背包、召唤兽，说实话应有尽有了。如果你喜欢它的这个整体设计的话，那我觉得就不需要多说了，你完全是可以入的，性价比真的很不错。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把玩党的话，那么你就需要考虑一下它这个1斤重的主体，2斤多重的一个整套，这个重量拿在手上把玩一段时间，手肯定会累，所以说你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重量你是否能适应。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制作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3连，咱们下期再见。